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差不多2年前我们有分享过一个很小众的工作室啊，叫做 Nico Baco 猫箱子工作室。说是工作室啊，其实大概就是一个人的那种手作产品啊。当然也有聊过，在这种小巧的或者小笔杆领域啊，它的这个玩具还是很精致且有趣的。乐子是小情而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这也是新玩具玩到上头的摩尔牌奇。这一期呢，同样是比较小众，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看下去，因为这个产品吧或者作品，可能是我今年玩过最有趣，也是我总体所有玩具中，我觉得在有趣程度、精致程度都能排在前列的一个好玩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很无厘头的猫猫机器人铁路机魂。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工作室的系列的产品啊，包括世界观，并不是特别了解啊。实际上，它的这个想法中或者设计上是围绕着一个猫猫鼠鼠共存或者有战斗的一个又诙谐又残酷的世界观。很大一个亮点呢，就是猫猫鼠鼠之间这个巨大的体积差。大概什么样呢？这个是正常的猫猫，巴掌大小；这个呢是鼠鼠，指甲大小的。差距非常的大啊！这一次的话，在它现有的世界观下，这个小老鼠们也通过科技的手段达到了和猫咪同样的高度，也就是这个可以驾驶的机器人铁路机魂。顾名思义啊，火车吧，或者说老旧车皮的那些个设计，有点像那种锅炉，废旧锅炉吧。拿在手中基本上和一般的盲盒大小相似，但是精致程度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啊！非常非常精细的一个玩具，很大面积的旧铁皮吧，锈迹也好，或者是油漆剥落的那种效果，这个做旧在我体验过的很多玩具中都可以排在前列。可以说这次要比它以往的这些猫猫都更加复杂，那种钉子铁皮相结合的结构啊，和这种老铁皮斑驳的效果组合到一起，真有点像一个几十年前的旧零件。而且除了在做旧质感上相比以往有所突破以外，这次还是第一次加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可动。比方说它这个肘关节，还有算是这个手腕处，包括3根指头，脚的部分呢前后也有一点点这个空间，包括这个前脚掌啊，后侧的挡泥板啊。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这个肩膀部分啊，用了一个磁吸的结构。实际这个手臂你是可以拽下来，贴近身体的部分做了一个半圆的球状，利用磁吸连接好，来实现一个可动，是我没见过的一个设计。当然也有一定小弊端啊，就是它在转动的时候难免会对内部产生刮蹭。如果你有这款产品的话，不是很建议你频繁的去或者暴力的去转这个位置。另外呢，右侧的眼睛这里带有一个盖板，磁吸结构，分色很细致啊，内部零件的一些金属色涂装，结构上能看到齿轮，还有中心，这一看就是相机快门啊，能够分析出来这个小机器人可能是小老鼠们通过一些人类世界的这种配件啊、零件、废旧的东西拼凑成的。当然，如果仅仅是好的涂装、做旧效果、好的质感，结合着一定的可动的话，它还不能称为一个特别有趣的产品。真正好玩的地方在于它利用了很多磁吸的结构，能够实现结构上的拆分。手臂、后侧的背包、屁股上的烟囱，大卸8块之后，再揪着这个头部拽一下，
能够看到里面驾驶舱的一个设计啊，小老鼠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拿着这个饮料，很惬意啊。前方呢有复杂的仪表、前望镜，这里的分色一样很细致。继续拆，这个前望镜也可以摘掉。能够看到它对应的位置是前面可以打开的这个相机快门。小老鼠的话，同样可以从沙发拿下来，沙发部分可以进一步的拆掉。这个老鼠可以单独做一个摆件啊，其实放在驾驶室里是不是有点太悠闲了？有点像在三亚度假那种。前方面部的这一块盖板也可以进一步取下啊，当然这个位置要小心一些。全部打开之后，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这个驾驶舱的一些设计啊。这些仪表盘贴进去看的话，上面的刻度甚至也有刻画出来。内部涂装同样没有马虎啊，包括拆下来这些盖板啊，里面的细节也不会说就马虎的去对待。同时呢，因为这个采用了很多这种磁吸啊，它连接好之后的这个稳定程度，意外的还是不错。当然也要注意一点是，全拆开之后，避免不同的零件碰撞到一起啊。除此以外呢，还有配件部分啊。首先是武器枪械的一个套组，应该是一个供电的设备，对应前面的这个手枪，把后背这个烟囱替换一下，手枪进行握持就可以。正前方呢，用了凸起的玻璃球状结构，拽一下，里面也能看到一个磁控灯组。这有点贪了吧？这个小结构还安了一个，点亮之后光效还不错的啊。像一个小手电那种啊，你打到这个还有一个光影啊，还有一个很细的地方，它缠了铜线啊，你能看到弯弯绕绕的在这顶上。后端的话更像一个那种电阻或者变压器一样的东西。中心部分呢是提供了不同的几个橡胶管，想要去做一个电缆供电那种造型，质感要照比本体差太多了，我觉得安装上并不好看。然后呢，外表部分有一个大块的像是幽灵的披风一样啊，就很像我们很早以前看那种像什么兔八哥那类的动画片中会出现的一个造型，也是和它铁路机魂这个魂所对应。安装不难啊，直接套在上面就行，空间预留的不错，不会刮伤本体。它整体这是个破布的这个造型，也做了一个像是抽丝的这种效果啊，就一根一根连在中间。突出部分，这个猫耳朵部分也做了像油污的效果。面部的话，戴好这个斗篷，整体的这个猫机器人会从一个无表情切换到幽灵的那种哀怨的一个效果啊，似乎是一下有了情绪。戴好和不戴的时候，完全两种不同的展现。最后说一下它这一款的包装部分啊，和以往产品一样，都是一个实木盒子。纸品和一些收藏卡，我觉得也算是用心去做了设计，像是一些提示啊，结合着自己的这个小漫画。卡片的话，反面能看到猫拿着这个手电或者手枪，照亮花朵一样啊，就在残酷的世界下，其实还是比较温馨的一个主题。翻过来的话，编号卡片啊，我这是36号，限定50个。说实话，你不能去要求它和那种大量产的产品保持一样的一些效果啊。比方说它这个头部的这个分界线这里，实际是能够搭好的，但是会给我一种没有卡到严丝合缝那种感觉。打印的树脂结构啊，包括这个硬度来讲，肯定也没有那种大量产的产品一样稳定，还是脆弱的。你就玩起来是要小心翼翼一点的，也不能去和那种真正的上手把玩的产品去对比。但是反而是这样手做的东西呢，带有了更多的温度，可能是有点玄学，有点暧昧啊。但是这个东西你上手之后就，你玩过 GK 的话，能够理解我说的那种点啊。但它又和 GK 不一样，做了很多拆分和动态的设计，就很好玩的一个小东西啊。如果拿游戏去对比的话，就像独立游戏之于3A 大作那样，可能3A 大作更稳定，有更好的 IP， 但是独立游戏很多巧思是无法替代的。除了这个铁道猫以外啊，这个世界观下或者说这个系列产品还有很多有趣的，比方说这个能够戴头套的鼹鼠猫，还有能坐上小车的这个钻探叔叔，也有被剑手青寄生带有温变温感期的蘑菇叔叔，结晶石化的变成怪物的这种巨大猫，
摸了结晶猫猫变成结晶的鼠鼠，也有结晶化能够碎成2半的死亡鼠鼠，变成僵尸化的这种僵尸鼠鼠。很有趣的小东西啊，摆到一起的话，更像是很小的时候大家玩那种小冰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那样的一个场面，可以说在设计思路上、想法上很极端，只点攻击不点防御，就是要把自己的想要呈现的东西，在这种小体积上尽可能的去做出来。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其实我也能理解啊，一方面呢是想让别人喜欢，但可能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取悦自己。未来的话，也希望这个频道能更多的去做或者接触到这种手艺人的有趣的作品吧。这种分享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呢，这一期呢就聊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